天哪，造孽呀！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的磨难？他望着星空，鼻子发酸。这些日子受的苦，遭的罪，挨的累，吞下去的委屈，全部涌上心间。宿主，你还在吗？你应我一声啊！你家宿主血槽已空，快要断气，你别再吵了。话落，他的身子突然腾空，落入了一个宽厚温暖的怀抱里。他睁开眼，泪水汪汪。慕如风瞅着他，心突然酸痛不已。摔疼了。杨若初眨眨眼，眼泪掉下来，他想忍都忍不住了。他靠在他胸前，像个迷了路的孩子，委屈地哭了。慕如风抱着他，没有回山洞，而是一路往西边走去。他将他放在树下的粗藤上，让他坐着，然后他在后面轻推着，荡秋千，一上一下的荡着。杨若初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不问，他不说，一个推着，一个荡着，风从耳边刮过，吹起了他的裙角，猎猎作响。过了许久，杨若初喊停，慕如风拽住粗藤，让他安全地从上面跳下来。好些了吗？为什么？那天阿生哭了，大全说带他来这里荡秋千，荡了一会儿他就不哭了。闻言，杨若初有些哭笑不得，所以呢，他是把他当成孩子在哄，因为他哭了。杨若初抬步往前走。我才没哭呢，风把沙子吹进我眼睛里，我还摔了一跤，很疼。一个人疼了还不能哭吗？我是女的，我哭鼻子，那又怎么了？慕如风疾步追上去，听着他的话，既心疼又有些想笑。此刻的他还真像个小孩子在发小脾气。如果他真笑了，他会不会打他？若初，他大跨几步，双手握住他的肩膀，半弓着身子与他平视着。你不是一个人的，你有多多，有爹娘，有弟弟妹妹，还有我这个伙伴。如果遇上事儿了，如果不方便跟他们说，你可以跟我说的。杨若初看着他，直觉他也脑抽了。这话他身边的人谁说出来他都信，慕如风说的他不信。他对他的防备有多深，他是知道的。搞不好，杨若初突然紧张了起来。你刚才在我身后多久了？你听到我说什么了？他不会是什么都听到了吧？我过去的时候，你倒在地上，我还以为你怎么了。你不是刚去完茅厕不久吗？怎么又出去了？我说了有异象，我一直在浅睡中。我还想问你为什么哭呢，可又怕提起你的伤心事。现在你提起来了，那你能说给我听吗？杨若初知道，如果不寻个理由，他或许疑心更重。我听到有树枝被踩断的声音，所以就出来瞧瞧，结果摔跤了。为什么哭了呢？慕如风的眸色微变，暗叹了一口气。他不愿告诉他，这是对他没有信心，也不愿意相信他。这个发现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前些日子发生的事儿，他心里应该还是在意的，不然那晚不会控诉，后来不会与他拉开无形的鸿沟，让他有心想跨过去都没有办法。因为他现在就是一只受惊的小刺猬，随时都向他张起了浑身的刺。害怕，还有些疼。杨若初又硬挤出一滴泪，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人心软。慕如风松开他，走吧，回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杨若初提着担子去镇上。慕如风看着他的步伐，察觉有异，感觉箩筐里有东西。可他不是会凭空取物吗？为什么还要辛苦挑着去？